Hello，大家好，我是郑阿轩。今天这个影片要来分享我这个写 LeetCode 的心路历程，还有使用到的方法哦。那因为我相信蛮多人应该跟我一样的，在写 LeetCode 的过程中，就是感到非常痛苦而且茫然哦。那也会想要知道说，怎么样从一个写程式的小白变成一个 LeetCode 学霸，对吧？对，那这个影片完全不会提到，对，因为我本身 LeetCode 题目也没有写得非常出神入化。好，那这个影片总共分3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是我自己刷 LeetCode 的历程，也就是我2016年从资策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学过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冲进去给他写 LeetCode 了。那常常写出一些 TLE， 也就是 Time Limit Exceeded 的程式。对，那到后来认命的去看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的课程。到截至目前为止，总共刷了222题的题目，那其中有86题的 Easy、117题的 Medium 跟19题的 Hard。对，那因为这个7年时间其实蛮长的哦，中间我有大概4到5年时间，其实也没在练习啦。对，所以我把它分3个时期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开始时期，然后平坦时期，还有最后的这个爆发时期。对，然后其中这200题很有趣啦，就我这个开始跟平坦的时候，我大概练了50几题左右而已。那我后面的150几题都是在最后半年左右的时间，一口气给它爆发，这样子写出来。第二个部分是策略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刷 LeetCode 题目会比较有效。那这边我分4个面向来讨论哦，像第一个是人物的背景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是从这个转职仔出来的嘛，有些人可能自学，有些人可能是志工背景，然后或是现在是在学学生的，那我就会针对这些不同角色提出一些我的观点。那第二个是4个阶段，也就是我在学习写 LeetCode 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观察可以总结成这4个阶段。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跟要学的目标不太一样。好，第3个是练习题目的方法哦，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就给他一题题这样子一直狂写下来哦，就是它还是有一套它的这个方法论在。那某些做法对你有帮助，那可以加速你这个学习的效果，让你写程式的能力更加的变强。哦，第4个就是 LeetCode 的一些选题的方法，还有就是我针对 LeetCode 上面的一些操作的其他补充哦。对，这个是我到后期在大量练习的时候才听朋友介绍的。如果我早点知道，也许我可以减少一些走冤枉路的时间。第3个是这个学习资源整理，还有就是心得分享哦。就是我是看了哪些线上课程，对，因为线上课程内容蛮多的，那我也没有全部看完，但是我大概看了8成9成左右。那有一些内容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时间，也许你可以先针对这些去看就可以了。那最后就是这个心得分享哦，心得分享就可能会想说，这个刷题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啊？那我到底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觉得是可以去面试的？那我会在这边一样把我的心得分享给各位。好，所以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哦。等一下，这个如果您各位还没有订阅或是按赞加分享的，就麻烦顺手帮我做一下，或者你看完觉得有帮助的，再帮我点一个赞。对，您的一小步发现对我频道影响力好大啊，吓到我了，吓到我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时间来到2016年的1月哦，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资策会刚出来的水准哦，就基本上该学的像是前端、后端，然后资料库嘛、资料分析，还有一些简单的云端概念都已经熟悉了。可是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的部分，那时候基本上是完全没碰的吧？对，因为你看所有的坊间这种培训班啦，都比较不会教这些东西哦，因为对工作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及时要用到。然后所以反正就开始工作。那工作的时间也常常会听一些前辈啊，或是朋友分享说，这个写 LeetCode 好像很难呢，好像很好玩呢。对啊，如果你写得越好，薪水越高，对吧？我觉得啦 ，LeetCode 好像对每一个工程师来说，它就是一个天空斗技场哦，就是很像那个猎人里面的那个要比赛的塔一样哦，你就是要进去，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上爬，累积你自己的资历啊。因为更直接的就是，通常一间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多半会出这种 online coding 的题目，对，所以你有没有练过 LeetCode，就会取决于你跟其他竞争者在面试过程中的这个优劣比较哦。于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方向，没有任何的概念，直接给他冲进去盲刷。对，也就是完全不知道情况下嘛，反正就刷刷看自己的实力，应该也没关系吧。对，好，所以那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绩如何哦。那时候我第一题写的是292题的 NIM Game。这题是干嘛？大家自己有兴趣再看哦。对，当时我花了一点时间，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对，所以这看起来就什么啊？这是 LeetCode 小孩子在玩的吧？第2题258 add digits， 它也是一个 easy 的题目，但是哎呦，你看写出来了，这没有很难啊，还好吧？这个题我花了15分钟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这个2题 easy，OK 啦，OK 啦，来再来第3题，2拉2。202 happy number，OK， 好，看下这个题目的叙述，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写了90分钟也就是1.5个小时，我才把它写出来。从天选之人马上变天选的白痴啊！这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很简单啊，怎么会这样啊？都是 easy 啊，大家都是 easy， 为什么这个这么的不 easy 啊？混账！好了，总之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写了好几题，就一边工作，有时间的话就来练习一下。然后最后发现，平均来说，这个 easy 大致上一题要写30分钟左右。对，那你的执行时间呢，时好时坏啦。有的时候好的话，大概是60 ms 就跑出来，那最差的也有这种1889 ms 才写完的状态哦。这个执行时间是干嘛？就是说你的程式写完 ，LeetCode 会跑一段他们的测试 code， 就是检测说，你这个方学这样子，所有的 test 全部跑完要花多少时间？那你的这个程式的效能越好，基本上你跑的时间就越短嘛，所以就可以拿来评估你这个人程式写的这个 performance 好不好。好了，那这个1889 ms 哦，给各位看一下哦，它就是我这个天下第一题 to sum。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我当时写的程式哦，这个 to sum 啊，这边还 nums 啊 prenums slice filter， 对，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double for 回圈的概念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写出来就是我们俗称的废扣。对，看起来是一个 double loop， 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是 big O n 平方啊。这个你在面试的时候写出来这样子的程式，基本上应该会直接被请回家。Thank you。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新手村踏出来第一步，仅写得出 easy， 写不出 medium， 最久的一题会写大概9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不要说面试了啦，我看我连丢履历的这个勇气都没有啊。到了2018年哦，写了2年之后呢，你如果有好好的工作的话，你会开始培养一些写程式的感觉哦。好，给各位看一下哦，这个我后来写出来这个 to sum 哦，是写出了125 ms 左右的执行时间哦，所以它已经算是可以过关了。那我去看一下它的这个 solution 哦，可以看到说，它只用一个 map， 然后如果存在的话，就把它 push 到我的这个 out list 里面，好，做完就 return 出来了。只有一个 map 而已，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big O n 的执行时间哦。然后我在工作2年之后，大致上已经可以写出 easy 来了，这个 easy 都是5到10分钟内就可以搞定哦。那 media 的部分我也可以稍微写出来一点，像是400的这个第 n 个 digit， 还有540 single element in a sorted array。对，那写起来可以，可是我也比较花很多时间，大致上我每一题 media 要写到25分钟哦。不过不是每一个都这么顺利哦。对，那因为我参考一下别人说的一些经典题目，像是这个第5题 longest palindromic substring。对，像这一题的话，基本上我那时候完全写不出来。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残忍的战绩哦，有没有 wrong answer 啊 time limit exceeded 啊？这好可怕啊！不。对，所以可以看到说，敢猜也啊，不够好啊。总之，这个情况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练习，一直到2019年才进入下一回合。到了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的我开始给自己所谓的新年新希望。对，原因是因为这时候其实 easy 已经写出来了 ，medium 也差不多可以写出这个几题来，虽然要写25分钟左右哦。不过我觉得啦，那时候的我觉得我都写得出来了，我应该不用花时间看演算法跟资料结构吧，这东西这么无聊。对，所以在我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决定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去挑战写 hard 的题目。那个时候的我基本上 easy 轻松写 ，medium 还可以。那每一题 medium 大概25分钟左右的平均时间哦。对，然后整体来说我写了快20题了，应该可以尝试新的难一点的东西了吧。好，至于要写哪一题 hard 的呢？反正 hard 题目这么多，我就给大家随便抽了一题，就刚好被我碰到这一题，就这样354题 Rosendo envelopes。应该是这样念吧，我也不知道。我来看一下题目哦，这个题目是干嘛的呢？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array， 是这个 envelopes， 它是 2 dimension array， 那它代表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娃娃的宽跟长哦。然后呢，每一个俄罗斯娃娃呢，因为它要遵循的就是小的被包在中的里面，中的被包在大的里面嘛，所以一个一个就是往更大的长跟宽包进去。所以他就是说，请你写一个方选或是一个演算法，帮我算出是说我给你的这一组这个俄罗斯娃娃之中，它最长啊可以包几个俄罗斯娃娃进去。对，像这个 example 1，它可以4个，那它算出来 maximum number 就是3哦，因为它可以23，再来跳54，再来跳67。那如果你是111的话，那你就只能包一个嘛，因为你的下一个长宽都要比上一个来的大才可以。像这样子没得包的就不能往下走哦。所以直觉上来讲啦，它有一点点像是路径选择哦，路径选择问题，就是你的每跳的下一个节点，你的长跟宽都要比上一个大。那我希望这样子走出来的节点路径可以最长。
好，各位英勇的勇士们，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题目的话，欢迎上去挑战这个354题 Rosendo Envelopes。这我跟你讲啊，这厉害的人真的不是当假的这一题我那时候看完想完之后呢，我15分钟就写出来了，不夸张，真的15分钟。假的，当然不可能。没有啦，那题我记得我当时要给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好像是过完年后的第1个礼拜吧之类的。然后我就一个早上跟一个下午的时间，真的不夸张，早上9点我8点57分闹钟叫的时候，假日9点起床，吃完早餐9点半我就坐在我房间的门口，对我房间的门口就开始写，开始看题目。拿出我的纸，拿出我的笔，拿出我以前教数学的实力，写到一个早上。我想说，早上过了，没关系嘛 ，hard 嘛，这个要尊重一下 hard 的题目难度啊。OK， 一个早上 OK。好，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写出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足足想了快9个小时，应该没有9啦，应该有8个小时的时间，我全部写不出来啊。果不其然，我本来想了很多的方法，然后也试着就是可能用数学角度去推敲但到最后全部都得到了这个wrong answer。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19年的我写出来程式大概长怎样这个大概是我写程式写了3年左右的实力给各位看一下3年左右写出来程式大概长怎样max envelope while true create path gentry object flatten ever sorted 好，所以如果我是面试官，我会说，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你写这个程式具体在做什么事情？我现在看这个程式了，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学过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的人在写出来的程式。对啊，为什么这个我放到后面再解释啊？总之那一年的我非常有雄心壮志，但也非常胆小就是我花了1天的时间写了一个 hard， 写不出来我就放弃了。我也不敢去挑战其他写 hard 的题目，因为我觉得好难我根本看不懂大家怎么想，哈哈哈哈。好了，所以这个阶段就在于输给这些俄罗斯的臭娃娃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一回合。时间来到2021年，这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5年的时间。2021年新冠肺炎。总之这5年的时间，其实我大概19到20年，就上次被打击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练习了。对，再也没有练习了。给各位看一下我这个 commit， 再也没有练习了。对，那这些没练习的时间我其实也是在学别的东西啦，就是东看看西看看嘛，然后也尝试着去教课那时候就开始跟一些学校合作然后还有比如说去这个培训单位教课不然就是职训局教课。对，然后也尝试录 YouTube， 那时候我的频道叫做杰夫尬程式，我同学看完觉得很尴尬，我也觉得很尴尬。你问我为什么不练 LeetCode， 那其实我觉得有个最关键点，就是因为你工作上的时候没有用到。对，那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写一些应用类的 Web API 类的那其实 LeetCode 的这个应该说演算法跟资料结构并不是那么的优先会用到，你有其他工作上可能用到的即战力必须要先学。比如说我们讲DB 的这个 schema 的规划嘛，还有就是你怎么把你的 service deploy 上去，像 GCP AWS 这些云端deploy 上去之后呢，你要做 monitor， 就是你要确保说这个服务是不会坏掉的，有 bug 的话要有 log 可以去分析。对，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如果你坏掉的话，你要有备援机制嘛，就我们说的 disaster recovery 灾难回复的这个设计那19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考了这个 GCP 的云端架构师证照就是这个 GCP Professional Architect 证照。我朋友考了 AWS GCP 的这个相关证照，所以我也被他刺激到去考一下。那时候考完的时候，我非常嚣张到那时候常常跟我同事说：“怎么了？你有什么专业的问题想要请教我的吗？”我同学说：“没有，我只是想问你我想要吃什么而已。”好啦，总之你可以知道是说工作上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更重要的想学所以那段时间这个所谓的 LeetCode 练习演算法、资料结构就被放到比较后面的地方了。那至于为什么后来又回来开始想要练习，这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因为2021年新年新希望。这个新年新希望应该大家都喜欢许愿，但大家都可能做不太到，我也做不太到，没有关系。那当时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写出至少1题 hard 来。对，至少1题 hard 来。对，刚刚讲1920年
就是有别的东西要学嘛，所以就练完了。那到了21年的时候，工作算是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哦，没有特别要练习或特别想学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排在我的这个训练菜单里面。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因为我印象中啦，我上次还输给那个该死的俄罗斯娃娃哦，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不告也输也尴尬，所以我放在那边，我一直觉得很别扭，心想有一天一定要回来处理那玩意儿。好，所以2021 3月开始啊。不过问题来了，就你如果想要练习 hard， 你要练哪一题？对，那当时我朋友还有其他朋友刚好不约而同哦，很巧哦，真的是不约而同。我想是不是有人偷分享这个啊？他们刚好都面试的时候遇到了一题，就是第51题 N Queen。来带各位看一下哦，这个51题 N Queen 哦，这题是演算法的经典题啊，经典。不知道写什么，这题一定要练哦，求您各位了。好，来看一下这个 N Queen 是什么。这如果有玩过西洋棋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这个 Queen 的走法是十字嘛，还有就是八角的这个斜角哦，所以相当于是全方位的棋子。好，那 N Queen 的题目意思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N 乘 N 的棋盘。那接下来我们有 N 个皇后要把它放上去这个棋盘上面。那麻烦你写一个演算法哦，让我这些 N 个皇后可以确实的放到棋盘上，而且彼此不会在彼此的路径上面挡住啊，什么意思？那你看一下这个 example 啊，你看如果我今天 N 是4的话，是4乘4的棋盘嘛，也就是4个 queen 哦。好，那这4个 queen 你看它的摆法，左边跟右边都一样，它不管是横角，或是直角，或是斜的走法，你会发现每一个 queen 呢都没有挡到别人，它的路径上都没有其他人。对，像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摆法。对，那左边是一个，右边也是一个。对，所以你这个演算法就要有本事帮我算出来这个摆法的组合。那放棋子的就用 Q 表示，那其他没棋子的就用一个点表示字串，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我 N 等于4 output 出来就会是这两个 solution， 这两个解法。那 N 等于1的话呢，它因为就是相当于一格的棋盘嘛，所以放一个皇后这样就可以了。啊，如果 N 等于5 N 等于6，你就可以以此类推哦。6乘6的棋盘要放6个皇后，那 N 等于8 8乘8的棋盘要放8个皇后。好，请问这一题要怎么写？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你在看影片还没有写过演算法的话，你可以试看看，因为当年的我就是这样做，我没有学过任何演算法，我直接冲进去跟他拼的。哦，还有个补充哦，因为这一题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数学的观念在哦，你可以看到像 example 1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它，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像是对称的答案，对称的 solution？ 所以我当时有想法是说，也许我抓到一个答案之后，我用对称跟旋转的方式就可以把其他答案拼凑出来。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写，又开始发疯写题目。这时候我不早上写了，早上写不太出来，所以我就给自己下午4点的时候开始写。我记得那时候状态哦，那时候是我已经工作5年了，也考到一张 GCP 的云端架构师证照，虽然在2021年的时候过期了，而且我也写了很多的系统出来。这个时候的我应该是非常的有自信又很骄傲的，对吧？总之我在4点的时候坐下，一屁股坐下开始想这一题要怎么写，然后画了很多图，然后一边搭配晚餐，这样子边写边写。9点12分的时候，我成功的交出一个过关程式，我写了大概5个小时又12分钟，我终于把这题写出来了。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当年我写的这个程式长怎样。我们看一下哦。首先它先针对 n 等于1 n 等于2等于3做了处理，然后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它在干嘛，总之好像做了一些整理吧。然后 D1 然后 dynamic get next point 好，所以我写了一个这个 function， 然后 get space point 应该在下面吧。全然的失败，只好 return false。好 ，get space point， 好像不错。occupy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是一格一格的计算哦，然后到某一格的时候，它被放置的话，我就要把它的那个十字还有斜线全部把它画叉。对，我记得是这样。i 等于0 i 等于2等于3 4 5 6 7，哇哦，厉害吧？可以吧？应该，我觉得蛮强的。在一片未知的情况下，就成功的把这个 N Queen 解决掉。所以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他面试这个考这一题，我心想说，哎呦，我应该也可以去考啊。虽然我好像写了5个小时左右才把它写出来哦。对，所以当时我的心态其实自己蛮骄傲的，我觉得我有本事可以把 hard 的题目在一片未知的情况下自己写出来。对，所以我自己的练习这个过程是 OK 的，可以的。好，可是练完之后，免不起来要做一件事哦，就是看 solution 哦。这个 LeetCode 上面有一个页签是 solution， 就是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解法贴上来。
那看比较多人推的啦，因为看有些东西看太久会走火入魔，大家开始做一些就是炫技的方法哦。那在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就开始理解他们在做法，因为很多的名词跟观念我是没有听过的。对，那这个观念我就不讲了，因为我怕会爆雷哦，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要自己练，所以我就先不提他是用什么观念的。总之我在咀嚼完这些 solution 之后，我又重新打了一遍。对，我把别人提到的这个观念跟方法，我一样自己盖牌哦。对，然后又写了一遍。好，那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别人写的程式长怎样哦。好，你看他写了一个这个 sub n queen 嘛，然后执行一个主程式叫 place queen。好 ，place queen 里面就啵这样做。然后最后这个 parsing 的 result 是我自己写的。那我记得那时候只有这个 place queen 跟 is place value 这两个方选就搞定了。不知道大家看完有什么感觉哦？你想一下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在面试别人的工程师，你看了刚刚我写的这份 code， 还有就是你看完演算法之后写出来的另外一套 code， 对，那包含它的执行时间，我的执行时间是220 ms， 它的是90 ms。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你是面试官，你会想要邀请谁来做第二轮的实体面试？应该不用说了，我觉得答案就蛮明显的哦。对我来说，我当时看完写完之后，我原本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成就感跟骄傲感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对，我那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些想法哦，包含像是原来我写了这么多，比不上其他人写的短短几行程式。第二个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别人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是井底之蛙？会不会演算法在这些 hard 的题目上，它的成效就会差得非常的多？题外话，这边也刚好融合了一个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哦，就是我是转职背景出身的嘛，本身不是念资工系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上遇到那些纯资工背景出身的人，其实心理上来说会觉得有一点矮人一截。这个我把它称为自己的心魔，就是面对资工人士的心魔。对，所以同样的，到写这个演算法的时候，我其实在看着这两个 solution 的时候，我又有同样的感觉哦，就会觉得，哎，怎么工作了这么久，自己好像还是输人家一截这么多。对，所以最后我给自己下一个推论哦，这个推论就是我用我原本工作的那一套已经不敷使用了。它可以伴随着我工作到现在可能5年6年的经验，但是如果我想要在网上，或是我想要去外面的世界，在挑战更高难的东西的话，也许我需要用一些新的方法，学一点新的知识才可以。所以是时候来给自己学习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了。不过其实在2019年、20年就是我说比较混的那个时间点啊，其实我自己无聊的时候也有看这些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的文章啊，或是这个技术分享啊，或是线上课程啊。但是对，我相信蛮多人应该跟我一样想法，就是真的好无聊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会开始说，我们接下来要解决这个题目，然后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要写一些 pseudocode， 然后要写一些证明。不过这个资料结构跟演算法也很有趣哦。每次遇到人家要面试的时候，常常问他说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大家都会想把这个放进来说，我未来预计要学这个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 junior 的部分。对，但是到底有没有做到，我是觉得半信半疑，因为按照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半信半疑。然后第二个就是工作上真的也是我讲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及时性哦，因为我自己写的是一些 B2B 的商业系统啦，可能目前还碰不到需要用到演算法这种大刀来解决的问题哦，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我就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看，然后就是关掉，去看别的东西，看经济的技能。但是想到未来如果去面试的话，可能还是会势必遇到一些 medium 或是 hard 的题目，你总不能像之前的水准，就是 hard 一题写了5-6个小时交上去，这种感觉一定是会被刷下来的。所以我2021年的新年新希望，本来是至少写出一题hard的题目来嘛，没想到已经意外做到了，所以我再给自己增加2个东西，我从井底之蛙出发，这是一个心态的自我认同，对自己先意识到自己实力的不够，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学完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再写出至少5题的hard的题目来。问题是你要去哪边学？这个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怎样看 PPT。于是我打开了 Google， 然后 key 资料结构、演算法、PDD 推荐，对，然后把这个所有乡民的推荐的东西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找了一遍，然后并且实际看一下老师的风格。最后我选择这个交大的开放式课程哦，这个我放到后面那个学习资源跟心得分享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哦。这是我认为啦，我自己看了，我觉得看得最下去的，而且讲得最好的。
讲这个好像被打，讲的不很好的，对，讲的很好的。快速提一下，我学到哪些东西了？像演算法的时候，我就看了 Big O、N、Binary Search、Greedy、Divide Conquer、DP、DFS、BFS 这些。那再来Data Structure 的部分看了 Linking List、Tree、Hash Map、Stack、Queue， 后面还有很多我都没看了。那细节学习资源整理再看。好，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这是意外的啦。意外，我觉得有些蛮好玩的，像 Dynamic Programming 我就很喜欢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思维是我以前写程式基本上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哇靠，这是全新的领域，好屌哦！对，然后写起来我觉得好好玩哦。对，那有一些也真的蛮无聊的，像什么，像个要证明，对，证明，我也觉得好无聊。然后我还是跟着写，写完之后就睡着了。对，写到后来你就开始想说我要看这些有意义吗？老师在教 recursive recursive 是重复教自己思考这个有意义吗？思考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有没有意义对，就会变这样子的精神折磨，我自己觉得啦。总之，我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看了这个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的部分所以半年时间看得完吗？其实可以，就是要蛮认真看的。那我大概一周花了2到3个时段在看那时候也单身了，所以就没事做，只好开始认真学习这个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对，那反正看完之后，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我自己：功力大增啊！就像那个谁啊，郭靖可能走在路上不小心遇到洪七公一样，他送了他一个这个降龙18掌的秘籍，出来的时候就吓叫。功力大增完之后，你就想怎样？开始找人当祭品看到谁就马上来给他试一下。对，于是我那时候回头就先试一些 medium 的题目，因为 hard 有点太难了，我觉得我写不太出来所以我试了 medium 的，结果呢还是写不出来。对，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试了1、2题题目可能找不到了，但没关系总之我写了几题，发现自己还是写不太出来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啦，因为这个就是要多练习我觉得这是理科上来说一定会遇到的状态非常的可怕。到了2021年的9月，那时候练半年我自我观察有发现一件事情开始不一样了什么事？长得好像自己好像更帅了，整个人都有自信了。没有啦，这没有这件事。那时候我发现到我在想题目的时候，开始变成有2种思维第一种思维就是我自己一般写程式的思维，可能看到题目想用 object array 然后回圈function 去思考，想说要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开来可能先 sort 再写个 map 这种做法。第二种思维就是所谓的演算法思维当我在看到题目的时候，我会去试着思考说，老师上课教的像什么 DP、DFS、BFS 或者什么 sliding window、two pointer 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在题目上面？我用这个方法去解的话，有没有办法把题目解决掉？这个我把它称为叫做演算法思维就是说，你除了用一般的这个想程式的逻辑以外，你也试着开始把你学到的演算法的这个思维去试着思考这个题目能不能解决掉。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这个好像就比较像是我从一开始不会写程式，转变到懂得用演算法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思维开始的起点对，所以我就试着用在每一个题目上面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说我能不能用我学过的演算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去训练，让自己强制换到这样子的思维去做这个题目的撰写。然后就很幸运的这个当时那一年2018-19年的时候，我写不出来的那个第5题就是这个念不出来 longest palindromic substrate， 当年我写不出来的，后来我就知道要用演算法的题目把它解决掉。那我有曾经使用过 DP 的方法解出来了，但是那个 performance 很差它好像是 Big O N 平方吧，所以后来也有看这个 solution 用别的方法解决掉。那一样我就先不讲了，就怕大家爆雷对，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再玩看看。对，所以我的这个演算法思维建立起来之后，下一个我在遇到每个题目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我就是看到题目就我很三小。因为我就是那个我看的三小，永远都是我看的三小，所以后来发现不行，所以我又采第2个策略，第2个方法就是使用 tag 的方式锁范围就 LeetCode 上面会有一个这个 tag 的东西，它可以锁定说看你想要先解哪一类型的题目。像我们数学不是有三角函数、排列组合、几率或是向量嘛？对，那像我比较喜欢三角函数，我可能就想要先狂写三角函数的题目。对，那程式上来说啦，我觉得演算法我最喜欢的是 DP 就是 Dynamic Programming。当时练的时候，我意外的也学到很多东西像上课的时候，我有听到叫做 bottom up 跟 top down 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概念懂是懂，但是具体来说程式差在哪，我也是写的时候才发现。那还有就是 binary search 嘛，像大家常说 linear search、binary search 的这样子的差异。还有一个很有趣有个叫做 monotonic stack， 这个我上课的时候没看到，然后是在写LeetCode题目的时候才遇到，而且我后来面试还真的有遇到过，这个我觉得非常神秘这个好难
好，所以在9月到11月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把我那半年看这个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的东西，就想办法的运用到这个LeetCode上面去哦。这确实真的被我建立起来这些思维哦。所以我在11月的时候，我又重回去面对那个我当年的我写不出来的题目啊，那个该死的臭娃娃 Rosian Door Envelopes。好，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这个演算法思维嘛，所以那一年后来我回来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它是跟 DP 有关的题目，而且不止我马上看到，我看到下面的标题也写着 Dynamic Programming， 太好了。好，总之在我具备这样子的思维情况下，第一个写，花式的给它写进去，结果呢错，不用紧张，一定是我太骄傲了，对，所以我把boundary condition 没考虑啊，好，把这个东西再写一写，错，不对，一定是我刚刚太兴奋。对，我看了一下，哎呀，我这个 initial 的情况忘记加了，好，加一加，再错。对，我不信，我觉得臭娃娃有点看不起我，看我没有，哼，再写。最后终于被我改出来了。对，虽然这个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执行时间哦，1328 ms 哦，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 B 值是 5.45%， 基本上就是你的 PR5吧，我就是100个里面最后5个人那个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有点难接受，再改。好，总之再修正，终于被我修到700 ms 虽然700 ms 还是 PR5，还是 5.45%，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个什么进展了哦，有没有？终于过了啊！好，在终于过的情况下，其实总共我刚刚讲那个很激烈的过程，我总共 hard 这一题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对，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对比前几年的时候，我在写这一题的时候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什么都做不到的情况下，25分钟做完交卷，虽然 PR5。好，我一样嘛，就是 SOP， 就是看完之后看一下详解，然后看详解就，我靠妈，写太好了吧，惊为天人。好，于是再跟着这个详解改一改，再写。最后写出来一个这个 performance 252 big O n log n 的 solution， 这个很有趣啦，就是虽然学校上课或是那个演算法资料结构线上课教的是一回事哦，但你实际上看这些 solution 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天才真的是天才了。我就说到底怎么想出这些东西来的，我也是不知道，好厉害呀！不过可以来对比一下，为什么我上一次说原本我早期写的程式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没有学过演算法跟资料结构的人在写的程式？那比较大的观点呢，其实就是你缺乏了一个这个演算法的核心思维，就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演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演算法的概念就是它其实算是一种包套好的解决方式哦，就是遇到某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把它解决掉。对，那很多现实上的问题或者很多这种程式问题，它背后的问的核心机制，你会发现，都是在问类似的概念。所以遇到这个 A 概念，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DP 解；遇到这个 B 概念，我们就用 DFS 解，大致上会变成这样子的状态哦。对，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早期我没有这个演算法的概念，我只能凭自己的这个小脑袋硬想出一些解法，就我可以先怎么做，然后呢，再把它做什么路径的评断，对，去扫一次资料，扫完之后如果有匹配的话，就做 B 这件事啊，没有的话就做 C 这件事情。那其实整个结构来看会非常的凌乱。那如果你今天学了演算法的话，那你今天在看到题目的时候，你可以先抓出一个大方向来说，我是要用 DP、DFS， 还是要用比如说 two pointer 这样子的 solution 去解。好，那具体知道方向之后呢，再来我们要看怎么去把它分 action 去把它实做出来。对，就像我这个俄罗斯娃娃、臭娃娃的解法来看的话，我知道我要用 DP 解。然后解的时候呢，我可能要先做 sorting， 把这个东西排序完之后，再用 DFS 一个一个去把它扫进来。对，那在扫的过程之中，我需要就是每次去做某一些东西的比对，这是第3个动作，所以我把这3个动作去把包装起来。那每一个 action 确定之后，我才会开始做写程式这件事。这个就有点呼应到我之前讲的，就是所谓的7层思考这个观念哦，就是我们要先想好你要怎么解，再来开始做实际 coding 这件事。对哦，所以你有没有学过演算法？你遇到深水题的时候，马上就很明显哦，就人家是一个有主轴的解决方案，开始往这个主轴解决方案实际慢慢把它写出来。你的话呢，就有点像是一下，我可能想要做 A， 想要做 B， 想要做 C 这样子，然后试着看能不能把它做出来。但问你说你用什么演算法，你也讲不出来哦。总之呢，解完这一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哦，因为我一口气把2021年的新年新希望看完资料结构演算法，并且写出至少5题来 hard 这件事情，同时都把它做到了，难得做到了。
从那时候开始就正式进入我 LeetCode 练习的爆发期哦。我很常在就是要面试前的2个月时间开始疯狂的写题目，像我那时候就1个月写了快要80几题出来哦。对，那时候我又已经具备了演算法的思维了，所以写一些 medium 或者 hard 的题目，基本上都已经写得出来了。好，给各位看一下我这个 LeetCode 的卡面记录，我可以看到说我大概在8月到11月的这段期间才开始疯狂练习哦，就真的是跟找工作有关了，我觉得。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也是5、6月的时候，也疯狂写哦。对，那在这样子的这个4、5个月的时间，就是短期刚刚那几个月时间，我总共写了150题出来哦。那平均战绩的话是 medium 可以在20分钟内写出来，那 hard 的话最久大概40分钟，平均大概30分钟左右。easy 就是写放松的，就是你可以边看边试，边跟人家聊天，然后再写，就是有时候脑袋好累的时候就拿来写，放松一下自己，调剂身心用。如果有追踪我 IG 的人哦，应该有发现我除了我在分享一些我自己创作的奇怪贴文，什么 Junior 面试学啊、Process and Thread 啊、鬼故事这种以外哦，那偶尔也有在限动分享这个面试的题目。对，有一次我面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题目，那它流程是对方先寄来这个系统的线上考题，对，那我可能就注册登进去之后，它会有个时间限制，然后在2个小时的时间内你要把这3题写完。对，那我自己写完，我评估我觉得是 medium hard 的，它并没有说是哪一个类型啊，但我自己是这样观察的。那我写完的加一些 comment， 就我自己想做的这个 comment 介绍，我的逻辑，还有我针对像 time 还有 space 这种 complexity 的分析。对，全部写完，大概花了100分钟的时间，那其中还有20分钟，还是120啊，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总之我是在时间内写完的，然后写完交出去，那 Hunter 在1周后也通知我说，写的还不错，所以就顺利进到2面。但后来因为我拿到别的 offer，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往下面试了。那这个考题后来我有分享，但我也把题目稍微包装一下，要保护一下那个尊重一下公司的这个考试权利。我自己觉得啦，就我如果没有写过这些演算法的话，我考试我面试我一定不会过，这是我当时的心态。至于有一些朋友会分享说，如果你要进像塔妈妈那种公司哦，不是那个塔妈妈，是那个科技独角兽的这个6个塔妈妈。对，那如果你想要进的话，你考试的时候，你的这些题目可能要刷到变成直觉反应哦。对，那因为我自己没有丢过这些履历了，我也没有面试过。如果有人想要分享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哦，我也想知道。好，总之现在就是在面试之前还有手痒的时候才会开始做大量刷题的题目。对，那因为隔了很久没有练习，所以你一定会生疏嘛。可是你有经过这样子的爬上来哦，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开始平坦到后来爆发写很多题目这样的阶段，那我觉得这个手感恢复的速度很快哦，可能写个3到5题，你马上就开始上手了，就可以继续往下冲，为你的面试做准备哦。好，以上这就是我从 LeetCode 第1题一直练到222题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经验哦。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并没有非常认真在练习哦，中间也是空白很多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我用血啊、泪啊，还有时间堆出来的哦。所以可以跟各位保证，这些东西没有捷径，只能慢慢练习。